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邓为向韩之仙台有术，魔与仙的师徒虐恋，究竟孰对孰错？邓为担任的首部男主作品《仙台有术》关注度很高啊！此次搭档的女主是新生代的00后小花向韩之，这应该也是向韩之的首部古装仙侠剧。仙侠剧嘛，基本都是虐恋情深，但是能不能虐出新高度，再出经典呢？一起期待一下吧。仙台有术改编自狂上加狂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一个关于守护与牺牲的动人故事。就像书名一样，仙台有术的故事从一棵树开始。绝山的最高峰是斩仙台，斩仙台上有一棵树，偌大的一座山，遍野光秃秃，支这么一株半死不活的古树，透着无尽的诡异。村民偶有上山者，居然能在秃山里迷路，转上个把时辰也是在山脚下打转。这么邪性的地方，让人望而却步。可有一天，村东薛木匠家的媳妇却在午睡后云里雾里的上了绝山，在那棵半死不活的古树下捡了个女娃娃。薛家夫妇成婚多年，一直无后，对这个捡回来的女娃喜欢得很，给女娃起名薛冉冉，当自己的女儿养在身边。可冉冉天生带着体弱之症，3、5日就要闹病，为此薛家夫妻俩是求遍了附近的郎中，花费了不少药钱，也不见好转。所以为保护女儿，薛家夫妇轻易不肯让冉冉出门。就这样，在薛家夫妇的细心照顾下，冉冉也长到了15岁。可就在这一年，村里来了许多身着黑衫的弟子，他们把村落所有庆庚年生的孩子都给带走了。冉冉因为谎报了年龄，才逃过一劫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冉冉见到了苏一水，那个身材高大却没有脸的奇怪男人。冉冉吓到了，但却强忍着没敢吱声。而向来淡泊人世的苏一水却直言道：“薛冉冉乃福薄之乡，恐怕命数在几日之间，只有修习些养生仙道，方可长寿。我叫苏一水，在西山修行。既然冉冉与我有缘，不如就随我一同修习仙道吧。”薛家夫妇一开始还不相信，可看着冉冉日渐苍白憔悴的小脸，最后还是忍痛让冉冉去了西山。而冉冉在西山修行的同时，也慢慢了解了他这个无脸师傅的一些事情。苏一水曾经是女魔头木青哥的弟子，木青哥贪恋苏一水容貌出众，一心强迫着本是蜀山弟子的他转投到了他的座下，诱迫着他改修魔道。好在苏一水乃天纵奇才，天资聪颖，协助正道反杀了这个邪佞的女魔头。可就在木青哥要魂飞魄散的时候，苏一水却以血开祭，交出结丹，损耗了一半的修为，留了木青哥的一丝残魂隐附在了转生树上，也就是绝山上的这棵古树。苏一水如此这般自损的行为，竟然是为了让臭名昭著的女魔修木青哥转生。众人都很不理解，也许是因为木青哥在临死之前给苏一水下的容面咒，害得仙人之姿的苏一水被封印了容颜，从此只能用面纱遮面。也许就是要解开这恼人的咒，苏一水才执着让这女魔重生吧。然而17年之后，瓜熟蒂落，转生树上的仙果眼看就要落地，苏一水却漠不关心，反而关起门来督促新收的弟子专心修行。自从冉冉知道师父和木青哥的故事后，总觉得哪里很奇怪，可又说不上来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听到师父在抚琴，苏一水带着无尽的怒意低吼道：“你度世人，为何先不度己？”冉冉这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。成魔成仙何为道？逆天而行，生死何惧？重要的是眼前的人是你。